师妹，谢谢。师兄，你说霍宗耀跟我父亲同期为伍，我爹是不是残风甲呀？3年前在风波湖上，苗姐想说的，应该就是残风甲屠城的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爹是残风甲，那他也是叶莎要复仇的目标，他就不可能是叶莎。我从来都不相信师父是叶莎，更不相信师父会对那些手无寸铁的海牙百姓挥舞屠刀。残风甲海牙一事还有很多疑点。朱一铁说，他并没有见过叶莎的真容，但是他在船上听到了一个声音，跟叶莎很像。如今青英又说叶莎没死，这二者的供词有很多矛盾之处。你是怀疑我推断当年风波湖船上有叶莎的结论是错的？我也希望是错的，这样师父就没有任何嫌疑了。这个案子越查下去，越像是进入了一个漆黑的山洞。前面有路，但是越走越觉得凶险，越没有把握。无论黑夜多漫长，太阳，它总会升起的。据青英招供，是叶煞命他先通过冯姨娘毒杀霍宗耀，又调换了楚广煞的仙丹，毒杀了楚广煞。叶煞为什么会对这两人下手啊？青英也是奉命行事，他并不知道叶煞的目的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还未问出什么，青英便自尽了。那你是怎么查到楚广煞的？为何你会出现在楚广煞的暴毙现场？是因为霍府的账本，霍代荣发现霍府的账本有问题，涉及了广煞山庄，于是我便带人去了。没想到正好目睹了楚广煞暴毙而亡。我当时没想到楚广煞的死与叶煞有何关系，就没有及时向安真营通禀。那个账本究竟有什么问题？楚广煞曾受贿于霍宗耀，这些年他一直在私下往霍府里汇钱，这些都有实证。诸葛首座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将证据呈上。我最关心叶煞萧北明，除此之外，你还查到了关于叶煞的什么线索了吗？待会儿去了安真营，你打算如何说？我想把事情告诉安真营，让他们也帮忙。不可，该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诉他们，不该告诉他们的，千万不能跟他们说。这是为何？残风甲海牙一事，在明面上所有记载都被抹除了。在这世上，能做到这件事情的，只有一人。你是说，屠杀一城百姓，如此恶劣之事，若不去掩盖，大旗根基必定动摇。他的心思，我们无法揣测。可若诸葛父子知晓此事，怕是会葬送了性命。就这些，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。大哥，吃饭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吃饭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
的证书现在对他根本没有用，必须找到火神，否则肖大哥根本撑不过。他还能撑多久？或许3天，或许5天，或许明天。你去哪儿啊？找人。疯子，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可以为大哥做的吗？全城通缉，就连方首座都得拿到刑部宫门才行啊！这个人对我异常重要，我必须要尽快找到他。是我私底下是可以帮你，对吧？兄弟们也可以帮，但是这个东西它不符合规矩啊！要万一被刑部知道的话，沈捕营要惹大麻烦的。蒋师兄，这次算我求你。你说这人是谁？不知道，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都不知道。小师妹，我帮不了你，师兄，对不住了。哎，这说时迟那时快呀！我一个草堂腿就把那个盗贼给绊倒了。啊？谁知道后边还藏了个偷袭我？啊？哎呀，所以才受的伤。啊！哎，轻点，轻点。这钥匙哪儿来的？女娃娃果然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是我故意引你来的，不然我会傻到把药卖给沈捕营的捕快吗？既然知道我在找你，还引我过来，不怕我把你抓回去？把你手上的东西放下吧，我要是怕了，也不会这么做了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想跟你做笔交易呀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他快死了，对吗？什么快死了？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过我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将死之人的样子，没人比我更清楚了。那天在鬼市，我只远远看了他一眼，便知他命不久矣呀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中了一种寒毒，能撑到现在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你还知道什么？你们那天到鬼市找我，是想让我手里的火禅为他解毒。看来我没说错吧？既然你说做个交易，那就提条件吧。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的规矩。既然你想要我的眼睛，你拿去便是。你这个女娃娃这么爽快，倒是很对我的脾气。不过这么漂亮的脸蛋少了眼睛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要小白龙。小白龙是谁啊？看来那小子没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呐。钟捕快，
师兄他怎么样了？萧大哥还在昏迷当中。钟不快，我知道你还在为萧大哥担心。你尽力了。要不是我的失误，萧大哥也不至于到今天这地步。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哪还需要分你和我？谁对谁错，都不重要了。钟不快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会把萧大哥治好的，相信我。风仵作，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想问你。你说。那天我们在鬼市遇到的老头，你当真不认识他？不认识啊。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没什么，只是我似乎从未听你提起过你小时候的事情。我就是一个农家孩子，小时候遇到了一个江湖游医，教了我一些本事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独绝谷是天下第一邪派，坏事做尽，罪无可恕。所谓风仵作，就是独绝谷的小白龙。独绝谷，小白龙，他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不可能，风仵作不是做这种事的人。难不成你以为独绝谷谷主的亲传弟子是个连只鸡都不敢杀的活菩萨？那都是假象，是骗你们的。此人狼子野心，誓师夺书，夺走了独绝谷的宝典阴阳册。我找他是为了给我师兄报仇，你拿他当朋友，可谁知道他想拿你们的命换什么呢？看来你还是不信啊。没关系，你把他抓来给我，我跟他当面对质，是与不是自然分晓。你好好的考虑考虑，是你要救的人重要呢，还是一个满口谎言，可能随时会害你们的人重要呢？钟不快，钟不快，今天看起来怪怪的。没事，师兄病重，我心情不好，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。你放心，我拼了命也会救他的。风仵作，霍小姐，霍小姐怎么在这儿啊？青英死了，这偌大的霍府只剩我一个人，我实在有些待不住。本来想找萧大哥跟雪曼妹妹聊聊天，但却不知去哪儿找他们。他们睡了。你喝酒了？啊。有心事啊？也没有。我陪你一起走走吧。我看医书里说，七情郁结，只有一情顺利，才能舒缓。风仵作，如果你相信小女的话，不妨把你的心事说给我听听。霍小姐，什么是朋友？为何有此疑问？
假如你欺骗了你的朋友，他们还会和你做朋友吗？他们会怪你吗？与人相交，讲究的是一个信字，更讲究一个诚字。如果是故意的欺瞒，自然不行。最起码，我不会与满口谎言之人为友。但有意外。什么意外？若没有害人之心，没有自利之举，善意的谎言有何不可？人这一生，谁还没有几句谎言了呢？就像我和萧大哥，还有钟捕快，之前他们怀疑过我，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，我也欺骗过他们，给他们造成了很多麻烦。如今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爹娘的案子也已经真相大白，我倒很希望和他们成为朋友。君子论迹不论心，看一个人要看他平日的言行。如果是真的朋友，不会在意你过去做了什么，只会往前看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不就是如此做的吗？我？你愿意待在萧大哥身边，并没有因为他是大齐第一通缉犯而惧怕他、远离他。难道不是因为你打心底里相信他的为人，相信他不是叶煞，所以你为了他的清白而奔走，为了他的安危而忧愁？你自己已经做到的事情，为何还会心有疑虑呢？看风舞做的样子，心中疑惑已解。谢谢你，霍小姐。是你要救的人重要呢，还是一个满口谎言、可能随时会害你们的人重要呢？你好好的考虑考虑。你下定决心了？只要能救他的命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人我可以给你，火柴呢？一手交人，一手交火柴，人在那儿。这里不太安全，我把他关在了城郊一处地方。我可以带你去，但是事先说好，你若是敢使任何花招，天涯海角我必杀你。前面带路。人在这儿了，火柴呢？人我带走了，咱们后会无期。这就去找钟捕快。风舞座，钟捕快，钟捕快，对不起，我一直都在骗你们。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，我是小白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一直都骗了你们。其实我都知道了，老臭虫告诉我的。你见到老臭虫了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是你杀了你师父，抢走了阴阳册。没有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杀我师父，我没有抢走阴阳册。我知道，我没有抢走阴阳册。我相信风舞座不是这样的人。今天我一直在找机会想说这句话。你愿意相信我？
眼见都不一定为实，耳听更是为虚。没错，老臭臭想挑拨离间，可他并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经历了什么。如果你是个坏人，我和师兄早就死了无数次。可我岂会因为他一句话，我就……可我是突厥谷的人，重要吗？谢谢，谢谢。老臭臭找你，只是为了挑拨离间。不是，他想让我用风舞座换火蝉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这么做的。火蝉的事，我会自己再想办法。钟不快，拿我的命去换。风舞座，不可能！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啊？听我说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有办法。原来你们一直藏在这儿，那里就是风波湖，3年前改变萧大哥命运的地方。不只是他，还有我，还有很多人，也包括你。这个地方的确没有人会想到，萧大哥在这里也很安全。你们把我带到这儿，是不是已经完全相信我了？其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目的。他现在昏迷着，无法开口，所以我来替他说。说什么？之前是我们误解你了，我们向你道歉。好你个女娃娃，出尔反尔，竟然如此不讲信义，敢背后下黑手！这位老前辈，这背后下黑手的人是我，可别误会了钟妹妹。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，他把人交给你了呀。你没把我带走，是你没本事，关他什么事儿？强词夺理，厚颜无耻，狼心狗肺，猪狗不如，狼狈为奸，蛇蝎心肠。行了，你就把那点墨水留在你自己肚子里吧。火柴你们已经拿到了，还想怎么样啊？一码归一码，咱俩的事还没结束呢。给你师父那个老东西报仇啊！有那个本事吗？啊！你还敢提？仇人在眼前，你都不敢杀，你这个废物！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，但我已经不是杜绝谷的小白龙了，我是神不赢的风清主。我们一定会把你的事情查清楚，将你带回神不赢，让你受刑伏法。时间来不及了，要赶快把火蝉带回去给师兄服下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师父那个老东西呀，收徒弟的眼光太差。就你这个废物，笑你们不是在救他，是送他去见阎王。你什么意思？火蝉确实可以克阴寒之毒，但以毒攻毒的前提是两毒不争。火蝉的毒性如此霸道，若他直接服下，他体内寒热会互相交锋，别说是解毒了，立时他就会毙命。这个废物！那火蝉到底该怎么用？除非用特殊的药材炮制火蝉，才可以缓缓释放。温阳散寒的毒气，逐渐抹去寒毒，这才是正确的解毒方法。你会炮制火蝉吗？风仵作啊，你知道如何炮制吗？哼，炮制火蝉之法普天之下，只有我会。这笨蛋，他哪知道啊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没错。老前辈，只要你愿意救我师兄，我愿意一命换一命。但风清浊我不能给你，你随便拿我的命怎么样都行，悉听尊便。雪曼，不可。如何？我要你的命干什么呀？屁用都没有。
其实这个小白龙的命，我要了也没用，从头到尾啊，我要的只是那本阴阳册。你们把阴阳册交给我，我可以帮你们炮制火禅呢。阴阳册不能给你。那他就等死呗。要是不教我们如何炮制火禅，你马上就会死。女娃娃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就更没人救他的命了。老臭虫想挑拨离间，可他并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经历了什么。如果你是个坏人，我和师兄早就死了无数次了。我岂会因为他一句话就怀疑自己信赖的朋友？可我是突厥谷的人，重要吗？此法要斟酌用量。你身份的事，不打算告诉他们吗？突厥谷出来的，哪有什么好人啊？你不就是好人吗？我给。这可是你师父的遗物。书是本死物，我若因为一本书枉过了我朋友的性命，我风心卓就不配是一名医者。用一本书换我朋友的命，挺直的。把阴阳册给我，我可以立刻帮你们炮制火柴，我可以的。给我，给我，快！给我！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什么人我最清楚，我先给你一半，等你解毒成功之后，再给你另一半。应该没问题。虽然老臭虫他作恶多端，但他炼药的本领是有的。我全程监视的他，没有做任何手脚。除了这颗解药，你们也别无他法，不妨给他试试呗。
你是不是三蟒家？我是不是海牙护卫？海牙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叶煞他是谁？师傅，我时间不多了，你说话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幸存者都是夜煞，只要还有一个幸存者，还有一口气，夜煞便会无休无止的出现，包括你。首相是神，是所有还活着的海牙人的信仰和光明，他永远都不会死，他会带着我们一直活下去，直到他倾付出应有的代价，直到为所有的海牙百姓报仇雪恨。肖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肖大哥，怎么样，肖大哥？我感觉没那么冷了。疯子，你太聪明了吧！太好了，你研制出解药了。不是我，是他。咱俩倒是有些缘分啊。前辈，让您受累了。可您现在关乎到一件很重要的案子，在案子未查清之前，就只能先委屈你。说好的，帮你解了毒就放我走，现在毒解了，又言而无信。你们这些人，真是一点信义都不讲。算了，我也不跟你们计较。说吧，什么案子？夜煞的案子。哈，夜煞。你不就是夜煞吗？天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你萧北明就是夜煞，还来问我，真是笑话。前辈，要是这么聊的话，您怕是就很难走了。我大哥已经查到很多你跟夜煞有关的证据，你老老实实把这件事说清楚，免得受皮肉之苦啊。就算有证据，那又能拿我怎么样？把我交给官府啊？那我就继续指认萧北明。哎，还是你们现在谁有胆量，现在就把我杀了？哎，我们不会把你杀了的，我们自然有我们的办法。那你想如何？老臭虫的名声，那在江湖上是臭名昭著。你害了多少人，有多少仇家，您自己不会不知道吧？我们只要把你的消息散播出去，不出2日，你必死无疑，而且还会死得挺难看的。我师父说了，对待什么人就用什么方式。你师父想不出这么下作的方法，你是跟他们学坏了。你少废话，你不是阴阳册吗？只要你告诉我们夜煞的消息，我不仅能保证你暂时的安全，而且那半本阴阳册我也会给你的。宝哥，我告诉你们，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。好啊，疯子，你单独和他在一块儿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他奈何不了我的。你不会武功啊？哎呀，他不都被捆着了吗？身上都被搜遍了，放心吧。风霜，就听风清浊的。大哥，来。我们备了很多饭菜，这些天为了萧大哥的病情都没有好好吃饭，赶紧坐下来吃点吧。多谢胡小姐。其实我本想再找你一次的，但没想到突然病倒了。你想说的，钟捕快都跟我说过了。都过去了，别放心上。风仵作呢？老周荣要跟他单独聊聊。放心吧，不会出事的。我上去再看看他们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你最想知道的，应该是你师父是怎么死的。是你杀的，你在谷主大赛的比试中输给了我师父，身中剧毒。我师父不但不杀你，还救了你的命，恩将仇报，就为了本阴阳册把我师父给谋害了。你以为我是因为阴阳册才杀他吗？难道不是吗？
独绝谷中同门互相下毒验毒，本就是谷里的规矩。谁要是被对方毒死，那是学艺不精。只有你们师徒假装圣人，故作虚伪，只学解毒之法。自你师父当上谷主后，便禁止同门互毒。长此以往，独绝谷可都变成你和你师父那种软弱之人，那独绝谷还如何威震江湖呢？我师父的仁慈，居然成为你杀他的理由。说你是个蠢货吧，还真是一点都不冤枉你。少废话，说，你当初是怎么毒死他的？冰心草。冰心草，冰心草的毒我都能解，我师父怎么可能被毒死？说起来好笑，你现在是个仵作，但当时你没忍心对自己的师父下刀验尸。你从记事便跟着你师父，从小到大，我无数次对他下毒，我伤过他吗？给他下冰心草，那跟平时找他比试并无两样啊！可是我没想到他竟然会死。你撒谎！你从来不用脑子好好想想，如果我也有那种能杀死他的毒，又怎么可能会在谷主之位上输给他们？还没聊完？没听清在聊什么，就是疯子聊的挺激动的。先吃吧。我可是把你师父的事情都告诉你了，你现在想如何？夜煞案里，楚广煞和霍宗耀的吃经是你练的，你和海岸那群人什么关系？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，但你得放我走。这你就别做梦了。阴阳册我可以给你，但在夜煞案查明之前，我们是不可能放你走的。那你就杀了我呗，我一死，你大仇得报。但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，恐怕永远都查不着了。快来吃饭吧。大哥，我把老臭虫放走了。放走了？为什么放走了？疯子，你疯了吧？他跟夜煞有关，你把他放了，大哥怎么办啊？就是因为和夜煞有关，我才把他放走的。老臭虫的夜煞的线索要挟你。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我见过夜煞。怎么样，敢不敢做这笔交易？你把他放走之后，就很难把他抓回来了。你师父的仇怎么办？让老臭虫伏法，确实是我之前最想做的事。可如今，比起我师父的仇，有些人和事儿更重要。你和夜煞什么关系？其实我和他没什么关系，要说有，那也只是主顾关系。你怎么来了？有新任务。他找到我，让我给他炼制一种毒。你知道，这种事情我最感兴趣了。你认识他？那我不认识。你不是见过他吗？他蒙着面呢，我看不清真容。对不起啊。不过老臭虫还是提供了一些夜煞的线索。虽然他遮挡了容貌，但看上去他是个年轻人，而且他的眼睛右侧有一颗黑痣，这会不会对你们有所帮助？他说是个年轻人。朱一铁说是个老者，青英说夜煞一直在身边，现在老臭虫又说他是个年轻人。到底有几个夜煞呀？现在唯一能知道的线索就是夜煞眼睛边上有个痣，可是大旗这么大，去找一个痣，那得找到猴年马月啊。老臭虫还说了什么？吃惊。他找到我，让我给他炼制一种毒，
说他想要一种不会被人轻易发觉、长期服用会让人出现幻觉直至身死之药。我这思来想去啊，觉得只有赤精最合适。阴阳册里确实记载了赤精，可从未记录如何炼制。你是怎么会的？赤精的炼制方法，我和你师父都知道，但阴阳册上没记载，是被你那伪善的师父偷偷把它划掉了。当时你师父觉得赤精的炼制过于残忍，不想让这种方法流传于世。还好我记得呀，要不然赤精那么好的东西，那就失传了。那赤精到底是什么？所谓赤精啊，是从一种名为赤曜石的稀有矿石上通过特殊方法炼制而来的。找到赤曜石并不难，难的是找到炼制的药引。什么药引？哪怕是一点点赤精，都需要大量的尸油和活人血才能炼出来。尸油和活人血？我把原料和炼制方法都告诉了叶莎，哼，这没想到竟然让他弄出来赤精了。不愧是叶莎呀，那么多赤精，也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人。竟然有如此残忍的炼毒方法！现在不管有几个叶莎，是老者还是年轻人，我们都必须要尽快抓住他，不然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枉死。老臭虫刚刚还提到了一个线索。什么？赤曜石，赤曜石既然稀有，产地必定不多，我们可以从这下手。这个应该不困难，我现在就去找。注意安全。先吃饭吧。小白龙，你有话还未说完，应是要对我一人说的吧？是有件事，我没告诉钟捕快他们。我的病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其实火禅解不了宁雪寒的毒，对吧？萧北明的毒根本就没有解。没有解？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你这个蠢货！你以为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就能解他的毒吗？那也只是激发了他仅剩的一点点元气而已。你若不信，你去看他的胳膊，一定出现了一道青色血痕，因为那是毒性已经进入到了他经脉的症状。那一道青色血痕会慢慢的变深扩大，一旦变成黑色，弥漫到整个胳膊，他的死期也就到了，他最多也就再活1个月。为什么？你骗我！我并没有骗你呀，你仔细的想想，你师父一生致力于解毒，竟研制出了宁雪寒这种毒药，一种连我都不知道的毒药啊！难道你以为仅靠那小小的火禅针就能解了不成？你也太小看你师父了。其实他也并非一定会死。把阴阳册给我，然后放我走，让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指不定能在他死之前找到解毒之法呢。可阴阳册我已经翻了无数遍了，要是有用，我早就用了。那是因为你蠢。凭你的天资，那就算把阴阳册倒背如流，最多也只能观出3分门道。那本书在你手里那就是暴殄天物，可老子跟你不一样啊！就算你能研制出解药，我也不会轻易放你走的。谁知道你会不会把萧大哥的行踪泄露出去啊？我保证，绝
绝不跟任何人透露他的行踪。哎，虽然我制毒作恶无数，但我行走江湖，讲究的就是信字。怎么样？敢不敢赌一赌？你放走老臭虫，说是为了叶煞的线索，其实是为了我。叶煞的线索，就算我问不出来，你和钟捕快也能调查出来。我又怎么可能不经过你们同意就放他走呢？这凝血寒的毒，比想象中的要严重。1月之际，肖大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找什么火柴，浪费了你这么多时间，对不起。别这么说，若不是你拼命找回火柴，我怕是连这1月之期都没有。是你多给了我几十天的生命，可我还是没把你医好。好了，小白龙，小白龙，是我该谢谢你，替我拼命去找解药，又替我保密，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师妹和童霜。若是被他们2个人知道了，哪还管得了什么案子，什么夜煞呀？肯定都围着我转了。就1个月了，还要查案？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是一名仵作，就算刀架在你脖子上，你也不会放下手里验尸的刀。还记得我们第1次见面吗？全世界都认为你是用毒杀人的独绝骨小白龙，但只有你知道，你只是一个不忍心见死不救的医者。全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夜煞，但也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只是一个想查明真相的捕快。就算死，我也要死在查案的路上，这是我萧北明的命。好了，好了啊！师兄，风仵作，怎么了？吃药石的线索找到了。走。又是非洲？没错，吃药石在整个大气只有威州有，那边有个吃药石的矿场，但是产量极其稀少。如果赤精真是从吃药石里炼出来的，那去威州一定能找到夜煞的线索。之前楚广厦的账本中也有一大笔钱流向了威州，是该去一趟威州。那我们收拾收拾，赶紧去啊！童霜，他怎么了？我带你们去威州，我是威州人。你威州人？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的家乡啊。对啊，你一定很久没回家了吧？这次可以回家看看家里人。不想说可以不说。哎，没事儿，既然都说到这儿了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我是威州平远镖局3公子。平远镖局？我知道那个镖局，他们不是被灭门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让你回忆之前的事。没事儿，都过去这么久了。那，你跟我师兄是怎么认识的？啊，我知道，如果仇家要发现我还活着的话，那我就必死无疑啊。所以我就逃出威州，流落江湖。结果被一黑心人伢子拐卖到边境，然后受尽折磨。还好后来遇到大哥了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跟着大哥，大哥也成了我唯一的亲人。我逃亡的那3年，官府和想拿悬赏的人都在找我，若不是童霜，我现在很难站在你们面前。这3年他为了掩护我，身上也落了不少伤疤。哎，这都过去的事儿了。你看我们俩现在不都好好的吗？对吧？你离开威州以后还没有回去过吧？正好这次回去，好好拜拜你家里人。对，我们赶紧出发，去威州走官道，怎么也得好几天。现在就收拾。不行，此行重要，要做好万全准备，不必如此着急。
我就是怕夜长梦多。也是，但是得先收拾下行李，明日一早出发吧。师妹，你和风金卓还有童双都是神不营的正直捕快，若想离京去外地，须得寻个正当理由，否则会被治个擅离职守之罪的。我倒是想到一个去威州的办法。神捕营从塞外订购了10匹马，这马呢运到威州出现了疫病，数十匹马被困在威州，需要神捕营派人把马运回来。你的意思是？毛遂自荐，疯子会医人，那说他会医马有什么问题吗？我？对啊，当然没问题啊。可这是份又脏又累的苦差事，神不营上下都避之不及，你们主动请缨，方天镇反而会怀疑你们的。我有办法。瞧瞧，我这平头大将军，长得又肥又壮的，真好看。哎，来，叫他一声平头大将军。哎，好，好，平头大将军的蛐蛐真厉害，行了吧？你是不是傻？哎，钟雪曼来了也不说一声。钟雪曼，你干什么？前几日在神捕营附近闹事的，是你的债主吧？关你屁事！我记得之前有人提醒过你，再赌就打断你的腿。看来你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这是要把我们神捕营的脸面丢尽了才高兴是吧？是啊，之前是有人提醒过我呀，可是那个人已经把咱们神捕营的脸都丢尽了。钟捕快，你既然这么有能耐，干嘛找我茬呀？哎呀，你怎么不去抓他呢？他可是你的夫君呀！师妹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下死手啊？哎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钟雪曼，你还有没有我怕？啊，你这么嚣张是吧？你打死我呀！你别出来！哎，都给我住手！叔，他打我，他又打我。闭上你的嘴！你跟我来。钟雪曼，你能不能让我消停几日？安分一点，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？要不是看在你爹的份上，我能忍你到现在。当初是你跪着求我要去查冯尸案，结果怎么样？凶手消失，一无所获，白白的给安贞营做了嫁衣，我还搭了一个朱衣帖进去，到现在音讯全无。没关系，顾全大局，我忍了。再然后，你背着我私下和安贞营沟通，和那个诸葛孔云合作，事态紧急，我也忍了。现在呢，霍府案告破，你什么都不告诉我。钟捕快，你是根本没把神捕营放在眼里，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首座放在眼里。霍府案涉及夜煞，属安贞营的案子，按照律法，我无法透露给您。如果您想知道案情，可以自己去安贞营问。好，回答得好。看来我神捕营这座小庙，容不下钟捕快这尊大佛。那你可以走啊。我只是查案而已，而且就算是走，也不该我走。该我走，你做首座。不敢。既然方首座介意，我可以不跟安贞营合作。那方首座想要我去做什么呢？去巡街，去看尸体，还是去斗蛐蛐儿、赌钱？行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觉得自己的一身武艺无处施展。我给你派个差事，
威州出了个病马案，你跑一趟，查清楚以前，不要回来了。是不是又觉得大材小用了？不如和岸真营一起出生入死来的那么威风。没事，你把那腰牌摘了，把那官服一脱，去岸真营当密探啊！我可以去威州，只是路途遥远，我得要帮手。啊，童不快，他是威州人，他可以帮忙。风母做能医马，我想要他们2个陪我一起。很会挑人啊！啊，挑这俩都是我烦的。赶紧带着他们2个去威州查清楚之前，不要让我在京城看到你们仨。遵命。我刚路过，我记得你好像说把家里的下人都遣散了，估计你还没吃晚饭，趁热，我先走了。风公子，可以陪我走走吗？耳边一缕清风微远，许下最深刻的誓言。星河倒影不如你容颜。霍小姐，煌煌岁月，怎么了？一眼似万年，回忆倾泻，流转在我们之间，谈笑画面，酿成一杯眷恋。没事。永远太远，若能留住时间，在你身边转瞬几年，如何珍藏才能铭刻思念？若心未现，千万里人未远，此情不变。此情不变。耳边一缕清风微远，许下最深刻的誓言。师妹，你坐。
这是什么？我看你毒解了之后还是虚弱咳嗽，我就问了一下风仵作，他说你大病初愈需要固本培元，我就熬了点汤药，你趁热喝了。多谢师妹。方连正今天吃了大亏，晚上回去怕是都睡不着觉，就算睡着了，梦里全是你这个白眼狼。那有什么办法？只能先委屈他一下了，之后我会给他赔礼谢罪的。这么开心啊？你的毒解了，了却了我很大的一桩心事。不管这次魏州之行顺不顺利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，一定能帮你翻案。我当然开心。师兄，你有心事啊？没有，就是担心此次威州之行。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说不定这次我们还能抓到叶煞呢。只是越查到后面，越发觉得叶煞的可怕。不知道明里暗里有多少人的性命在他手上断送，也不知道在未来会有多少人因为他丢掉性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抓住他。但愿吧。不是但愿，是必须。我是威州平远镖局三公子。我知道那个镖局，他们不是被灭门了。10年前在中秋江宴上被仇家下毒，一夜之间一把大火，镖局上下74口人死于非命。我那时候因为贪玩没有回家，躲回去。那你这些年找到仇人了吗？你以后就叫灯笼吧。霍小姐她说她要离开京城，是她亲口说的。霍府发生那么大变故，她估计也想离开伤心地吧。那她有没有说她去哪儿了？我就是担心她。你说她孤身一女子，这万一……她有霍将军那么大的家产傍身，而且她又足够聪慧，你也不用太担心她。
小姐。霍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早就在这等你们了。等我们，是来和我们告别的吗？我想和你们一起去威州。你去威州干什么呀？我很想知道，海牙到底有什么，想查清楚我的身份。我也想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是要谨慎一点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回家等着，我们去查明真相，由我来告诉你。我哪还有家了？我爹死了，我娘也死了，青衣也死了，大家都不在了。我好不容易遇到了你们，现在你们也要走了。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孤儿，现在还是一个人。没关系的，我自己也可以去。至于危险，我不在乎，反正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？多谢这段时间你们对我的帮助，小女感激不尽。别了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，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威州吧。真的？带着你查案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他的行李放到我们的马车上？那我去帮他。真的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啊？也好让身边有个伴嘛。霍小姐，最重要的是，为了风清浊。我可以的。我来。疯子，他怎么了？这跟疯子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哦，走吧。你出门带这么多箱子，里面装了什么呀？都是些衣服，还有胭脂水粉。你不带枪，不带棍，带这些干什么？为了美啊！我们是去查案的，查案也要美美的呀。我有点后悔带上它了。大家吃点干粮吧。霍小姐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来，大哥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你不吃干粮，你吃啥呀？哎，跟着我大哥出来，还用得着吃那破干粮？你们稍等一下。这里条件有限，给你们小露一手。我记得你以前在神捕营从来不愿意进厨房，你现在这是……我逃亡这3年，若还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那我早就饿死了。大哥，你看，今天收获满满啊！你们看，我大哥这是用纱布擦屁股，给你们露了一手。童双，你快去处理他。我来，我有刀，方便的。你那刀算了啊！我保证，我一定不用碰死人的刀碰这东西。哎啊，你相信我，大哥。那我去找点野菜。哎，我陪你去吧。好。你跟霍家那姑娘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？别瞎说啊！别装了，我都看出来了。你看出什么了？你看她眼神，跟你在义庄看尸体眼神一模一样，眼里带光。那你想不想？我看你也带点光啊！刀怎么还指人呢？怎么回事？上一边去！起眼了还？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，同意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威州，也让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朋友。
来来来，今天高兴，大家喝一点。明天还要赶路呢。没心没肺的，哪天不高兴？那能一样吗？我大哥读解了，当然得庆祝一下了，是不是啊，大哥啊？来吧，来，来，我干了啊！你们随意啊，干！干！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抓到叶煞之后，各自都有什么打算？尤其是萧大哥，到时候你洗清了嫌疑，恢复了官职，还要留在神捕营吗？我还没有想好，可能会吧。雪漫妹妹呢？我也还没有想好。想什么想啊？你俩理都没成，嘴都没亲，先把亲结完呗。那你们呢？风舞座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还是想把老臭虫给抓住。真要给我师傅报了仇，我想开一家医馆，过上简简单单的日子。侯小姐，你呢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四处走走，看看大齐的大好河山。一个人吗？你陪他去啊。我？无双，无双。为世上的雪，为孤勇的决，为所求的缘，纵然生死逆劫，为宿命的缘，为情景的念，同饮着离别，自长忆心中的日月。若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，燃尽半生这就是以前的平原镖局，我家。自从大火焚烧了以后，家里就没人了，但估计收拾一下能住，进去看看。